很小的时候，婉娘告诉我，这天下最尊贵的女人是皇后。皇后居住的宫殿叫做宁安宫。我就问婉娘，宁安宫是什么样子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坐在乡间漏雨的屋檐下，便想，如果能变作那天上飞过的鸿雁，能飞去繁华的京师，飞到那皇宫里面，看一看宁安宫是什么样，该有多好。后来，我果然到了京师，可发生的一切都与我想的不一样。繁华地，争斗场，一世荒唐，满腔错付。爱我的，满门被屠，对我生恨；救我的，因我而至亲惨死，命在旦夕。我救下的，却谋反逼宫，血染皇城。所有人都想让我死。罪臣周银之，奸妃薛淑，夜以伏诛。逆贼谢维，你竟敢趁陛下病重祸国反叛！纵使你得了这江山，审时历代也绝不会放过你！是江山，那谢某就在此等候。我倒想看看你们能如何。满堂高士，竟无一血性之人，国不国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好一座皇城啊！自今日起，由燕弑君封控皇城，违者斩。大厦已倾，高台已覆，也该轮到我这个妖后伏诛了。这一生，我做了太多恶，也成了太多果，倒不如用这今生的一条性命，做最后一件好事吧。多谢大人还愿见我。娘娘有话请讲。大人此番行事，总得有个名正言顺的说法。我愿认下弑君之罪，往后由您匡扶社稷，辅佐朝政，擢选新君。只求您答应我一件事。何事？我这一生利用过太多人，可仔细算来，我负了燕翎的满腹痴情，燕翎亦报复了我。陛下尚在，本宫仍是皇后，岂容你擅闯？燕翎，你疯了！早在当年冠里燕家被屠，你却跟我说你要当皇后那日，我就已经疯了。怎么，你都忘了是不是？那我就一件一件的，让你好好想起来。我任用薛定妃、周银之之流，
他们亦借我上位。我算计沈介，得了这皇后之位，可如今也要为他殉葬，共赴黄泉。我不欠他们的，可唯有一人，一身清正，本严明治律，是我挟持、迫之，害他误入歧途，毁他半世清誉。他是个好官，还望谢大人顾念当年上京途中雪宁对您未谢之恩，以我一命换他一命，放他一条生路。以己之命换区区一个张哲，求大人应允。可用一段黑夜，一瞬烟火，借一半清醒梦给我。早知命运无对错，情深无因果，却不知哪一天跌落。你来过，用几分舍得来交换另一半值得，以为放手是回忆最好的选择。借我一缕风去追逐解不开的梦，却飘散在雪落时刻。小艾，你杀了他！哎，亲爱的，稿子写好了？我不想写了。又怎么了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本《宁安如梦》啊，已经上了榜1了，你还不高兴啊？这篇文的走向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。你看看现在的女主都成什么样了，这压根就不是我想传达的价值观。可是现在的市场，你们之前就一直拿市场逼我，非要加那些为虐而虐的桥段。可江雪宁是我的心血，不该是这样的结局。我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写，否则我宁可解约赔偿，也不写了。你别冲动嘛，啊，只要你不停更，都好商量。那你说说，你到底想怎么改？我想让江雪宁带着自己这辈子的记忆回到过去，重新经历一次，让她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又忽略了什么，去弥补，去挽回，也让她想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不要重蹈覆辙。若早知是今日结局，何苦汲汲营营，护了一生？还不如去行万里路，看那万里河山，当我自由自在的鸟儿去。这一次，江雪宁绝不再入宫闱。
对他做了什么？我能做什么？我们都是男的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方才还在宁阳宫内，为何会突然出现在这儿？看这样子，沈界似乎还未登基，燕家也还未出使，究竟是哪里不对？这分明是我18岁那年的事。今年是何年？我又是何人？今年是万贞20年。你怎么了，宁宁？怎么开始说胡话了？燕灵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沈兄，方才是我冒犯了，改日必摆酒向您赔罪。宁宁，宁宁，江兄，你喝那么多，我送你回去。就请酒而已啊。看到了吧？就是场误会，江兄那是酒还没醒。再说了，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我要是有啥想法，也该先找你才是吧？殿下慎言。那就算我真冒犯了他，你还能斩了我手不成？我会。你，哎，走了。今日谢先生要在文华殿开日讲，要吃了可要受罚。几头没有给我折腾的，去！是啊，我也纳闷，这天下竟真有如此荒唐之事。快！学生来迟，还请先生责罚。你们的琴呢？谢少师见谅。谢少师，是学生。罢了，许是谢某昨日未曾讲经，林泽王跟世子不必自责。今日是晴客，快去坐下吧。谢少师。谢少师。燕世子，看你这么着急，是不是刚从哪个酒肆赶来？自己不着调就算了，还要连累我们临淄王殿下。薛，你又在胡说什么呢？是不是胡说？大家心里清楚。永仪侯府本就是一窝草莽，还敢同我定国公府叫板不成？一窝草莽！我看你定国公府才是一窝草莽！君子不做口舌相争，更不应在琴音之前扰乱心性。你们两个去廊下站一炷香，定心醒神，可有异议？今日学生亦有错，愿遵谢少师教诲，与他二人一同罚站思过。继续上课。
看来我真的回来了。婉娘去哪儿了？婉娘她扰乱了相府的嫡庶血脉，犯了大错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她不能入江家的墓地的，只能在附近的荒山随便寻块地方葬了便罢了。姑娘，姑娘，听婉娘话。姑娘，姑娘。只可惜有些事也无法改变了。你还知道回来呀？来，夫人大喜，老奴平安的将二姑娘接回来了。我的宁姐儿回来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是你的母亲，你的亲生母亲。啊，无妨，这不刚刚回来吗？还得好好适应适应。慧姐儿，你过来。你过来呀！这是你姐姐雪慧，这是妹妹。妹妹，没事吧？你想补偿我，就去告诉所有人，我是江家唯一的嫡女，而她才是婉娘生的庶女。这件事情不怪你姐姐，当年婉娘自视甚高，不近政事，被罚去了庄子，是她心怀不忿将你们互换。况且我们江家也是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，这种家丑怎么能宣之于众？以后对外别说你是被大师批过命的，因为14岁之前有祸，必须要远离凡嚣才能安然度过。如今方才接回府中，往后就跟大家说，你就是江家的嫡次女。凭什么？我只要他把属于我的东西还给我。婉娘那个贱人，她这些年是如何教你的？怎么连半点容人之量都没有？婉娘不是贱人，她不是贱人谁是？当年我们同业分明，若不是她暗中使诈，偷偷将你们两个婴儿调换，我们母女俩怎么会分别了这么多年？是，我就是婉娘养大的，我野蛮粗鄙，得理不饶人。可那又如何？我至少不像你们假惺惺。你怎么会如此大逆不道？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从今往后，谁也不许提婉娘。你不是婉娘的亲骨肉吗？你怎么不替她说话呀？你说话呀！你胡闹些什么？别胡闹！夫人，夫人，母亲没事吧？孽缘呐，真的是孽缘啊！你瞧瞧你现在什么模样？堂堂大家闺秀，穿得如此，成何体统？你平时目无尊长，罔顾家规，我也就忍了。可是你这回竟彻夜不归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看来你是要长长记性了。杨妈，好好伺候二姑娘，让她好好长记性。夫人，
二姑娘前几日才遭了板子，你就饶过她这一次吧。是啊，夫人。住手！二姑娘，夫人这也是为了你好，子女孝道，还请您受罚。我是离开这儿太久，久到我都忘了，上一次就是这么打打闹闹过来的。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？从前我曾经想过，你我之间有血缘之情，若我乖乖听话，是否能得你真心宠爱？可后来我想明白了，你我之间永远都隔着晚阳，虽有深恩，但芥蒂难消。有些事若注定不得，那就不要再强求了。江雪宁，父亲早就准了，我扮作男子在外行走，您今日这威风算是摆错地儿了。你放肆！你是这样跟你母亲说话的吗？有你这样的态度吗？母亲息怒，您的身子是最要紧的。真是没想到你是如此顽劣，难以调教。你不是能耐的紧吗？好啊，你就在这里给我好好待着，反省反省。母亲慢走。江兄竟是那户部侍郎家的二女儿。哎呀，你小点声倒是。我跟你说，有言在先，宁宁是我的人，不许你打她歪主意。既然你这么宝贝，那你昨日带她和我认识做什么？干脆把她藏起来吧。我那是拿你当兄弟。哦，真爱听。不过，江二姑娘在京城里可算是恶名昭著的，谁人不知她骄纵跋扈成性？也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般品味清奇啊。那都是假的，什么出身乡野，什么顽劣不堪，这等市井流言你听她做什么？宁宁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心里最清楚。你是可以不理会，可江兄，江二姑娘她始终是个女儿家，你整日带着她这样胡闹，只怕于她归名不利吧？我宠出来的，自由我来娶。再过2个多月，就是我的冠礼，届时我就正式向江家提亲。宁儿，二妹在里面吗？我给她拿了些药，今日母亲下手重，摸药落了伤。多谢大姑娘。这不是巧了吗？大姑娘房里的东西一贯是好的，这药老奴便先收了。你这老妇在大姑娘面前太没规矩了些，这药可不是给你的。当年呐，可是老奴接二姑娘回京的，二姑娘信任我，她房里的我说了算，都是一样的。我竟不知，我这儿几时轮到王妈妈做主了？姑娘误会了啊，姑娘身子金贵，老奴这不是想先替您试试药吗？也不是什么东西都能用在您身上的，您说对不？王妈妈对我倒是关切得很。哎呦，往日二姑娘有点不顺心，准要发难，今日怎么就这么了了？这房里除了莲儿、唐儿2个丫鬟忠心耿耿，剩下的都把我当傻子。从前没上心，竟纵得他们背地里如此猖狂。好啊，竟然偷的只剩这么点了。过来。姑娘，站近些。这么怕我做什么？我吃了你们？
姑娘，不是奴婢偷的，奴婢一向爱妃手起，绝无儿戏，您千万别叫婆子发卖了奴婢。往日的我嚣张跋扈，对下人也是动辄打骂，我得装装样子，莫被人瞧出端倪才行。姑娘饶了奴婢吧，奴婢。闭嘴！你再说话，我就罚你3天不许吃饭，还要一个人把院子里的衣裳都洗了，我再把你卖了做苦力。是了，恢复原来那样了。合着你就喜欢蛮不讲理的姑娘啊？奴婢是担心姑娘生毛病了。行了，不闹了。今日你们也瞧见了，那王妈妈连我都敢不放在眼里，连着其他下人也偷我的东西，可见他们当真以为我对自己的东西没个数。平日里也没少偷拿，这不管教是不行了。可姑娘，咱们手上也没有什么证据，这些人你要怎么才能揪出来呢？今日谢某读棋谱，偶遇几处不解，突然想起当年初上京之时，曾得江大人几番指点。幸儿今日不请自来，特上府中请教，不知是否叨扰？哎，谢少师此言差矣啊！您乃是天子半师，江某岂敢谈什么指点呐？咱们之间最多就是探讨个1、2，哪有什么叨扰啊？大人既不见外，换我居安便可。可以吗？怎么回事啊？二姑娘想干嘛呀？二姑娘，这府里的事儿多，您是知道的啊。许多事儿呢，都要等着大家去做呢。您这忽然把大家都叫了过来，可是有什么事儿要交代吗？也没什么要紧事，就是看着我这匣子空了点，你们往日拿了多少，都给我还回来吧。都没拿是吧？二姑娘，您这可真是冤枉奴婢们了。你说大家都在这院子里伺候您，大大小小、桩桩件件的，都是以您为先呐。您是主子，谁人敢拿您的东西呀？无妨，我早料到了。大家且等等，我收拾不了各位，自然有人能收拾。老爷，怎么了？二姑娘那边出事了。啊，宁丫头又出什么事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二姑娘她说要整治偷东西的下人。她真是这么说的？这丫头怎么变了心性，开了窍了？不会是一时怒气冲昏了头脑吧？走，带我去看看。老爷啊！哦，哎呀，君安，怕是要怠慢你了。你看我这府中出了些阿杂之事，我需要去处理一下。你啊，无妨，江大人请便。好，来，咱们走。二姑娘，这也闹了大半晌了，误了差事，夫人责怪下来，咱们大家都不好做的。是啊，王妈妈的胆子几时变得这么小了？您瞧，这人不是来了吗？怎么了，宁丫头？见过父亲。女儿无能，处置不了房中人，只能打搅父亲了。这说的什么话啊？有爹爹在这儿给你做主，万事都能解决。那就好，请父亲上座。好。话我方才都已经说过了，有拿了我东西的，最好早早的去寻了放回来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怎么，你们一个一个的都变成哑巴了啊？若有人胆敢在我面前欺瞒，通通把手脚打断，放卖出去。姑娘，您若是拿个账本出来，
跟奴婢们一一对质，奴婢们或许还心服口服，可姑娘对自个儿的东西都没数。今日说匣子里的东西少了就少了，这多了就多了，都凭姑娘一张嘴啊！是啊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我在讹你们？这话，老奴不敢说，只是奴婢们个个出身寒微，实在是没钱，替您堵缺。是，还请老爷做主啊！老爷做主啊！老爷做主啊！老爷。女丫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父亲，他们就是料定了我拿不出证据，才敢如此颠倒黑白的。你们当真以为我自己心里没数是吗？唐儿，取账本。这路账本。我那书架上从上数到下，第3层左起第6本就是。去啊！什么账本？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什么账本？不知道啊。是。我来瞧瞧。我18岁生辰时，父亲添了一枚红玉如意佩，点翠头面一副。父亲您瞧，我记得可有错？我看看。没错。还有，燕世子送了一对汝窑白瓷花箍，一枚大异国来的夜明珠，还有整块羊脂白玉雕成的9连环。这东西可是官造啊！要是有哪个不长眼的拿出去当了，只怕是要送官府的。王妈妈，您说是不是？好啊啊！这下证据确凿啊！如果你们现在还不承认的话，来人，老爷，给我去每个房间搜，到时候搜出来了，我定当严惩不贷。是。老爷恕罪，我真的说，都是老婆子，猪有猛的心呐！老爷，我也招了，老爷，可算是开口了。别急，今日趁着父亲在此，你们一个个一桩桩一件件，慢慢说。我们真的哎呀，我的宁丫头真的长大了，这下爹爹可以放心了。只不过今日这账本的事情，你是怎么想出这个鬼主意来的？而且还记得那么清楚？父亲说笑了，女儿哪有那本事啊？全是燕玲教的。哼，又是那个臭小子。哎呀，就算玩得来，毕竟你们都大，也不能总是混迹在一起啊。对了，父亲，那些下人您打算如何处置？依你之见，该如何处置啊？常言道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他们本也是府里的下人，成今日这样，归根到底是女儿太过纵容之过。既然两方都有错，女儿也不想逼人太甚。除却那几个顶嘴的，余下的就各领5个板子，罚2个月的工钱。往后尽心伺候，不再犯也就罢了。若是再犯，那便拎出来，新账旧账一起算，直接发卖。父亲觉得如何？父亲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哼，我原本以为啊，以你这丫头的性子，一定是会闹上一番的。对了，这些话也都是那个燕世子教你的。看来这永义侯府后继有人呐。既然父亲都这么说，那母亲禁足我的事啊，这个事儿。江大人，哈哈，屈安呐！哎呦，你看看我这，哎呀，原本是坐不住了，出来观景。没想到宁儿姑娘也在此，冒犯了。哎呀，
是我不好，居安让你久等了。宁丫头，你先回房休息吧。记住了，晚上要向你娘问安啊。自上次一别，已是数年，我对宁二姑娘的印象还停留在当年。今日一见，倒是愈发沉稳练达了。哦，对呀，宁丫头，当年你独自进京，我恰好听闻居安同路，于是托他与你结伴照拂一二，你可还记得呀？在下谢微，承江大人的情，叨扰了。宁丫头，嘿，这孩子怎么还愣住了？在客人面前不可失礼啊！无妨。方才见宁二姑娘一通筹谋，想必是乏了，早些回房休息也好。是啊是，来，先扶小姐回去休息啊。来，居安，咱们这边书房请。来。谢微，你怎能做出如此伤天害理、草菅人命之事？娘娘不是天，又怎知我是伤天害理，而不是替天行道？至于娘娘能活到今日，已经是谢某最大的仁慈了。当年谢某病中糊涂，曾经对娘娘吐露过一些大逆不道之言。幸而娘娘当时记性不好，又心无成算，回军之后几番试探，娘娘已全然不记得了，这才饶娘娘多活了几年。不然，谢某封少师那一日，娘娘就已身首异处了。谢微入京后没杀我，是因为我不记得且不聪明。可我今日的表现被他看在眼里，万一他察觉有异，岂不是会立刻除了我？姑娘，您怎么了？啊，我问你们，今日那位谢大人常来家中吗？我怎么没印象啊？谢大人与老爷同在朝中，平素就有来往，又因着当年与姑娘结伴上京的缘故，更是颇为交好。不过确实有好些年没来府中走动过了。谢大人出身金陵谢家，在京中素有温和之名，姑娘就算冒犯了一二，也不必太过担心。温和？今日之事，依你所见，这宁儿性情如何？江二姑娘倒是聪慧，竟用本失色诓人，三言两语巧治刁奴，与传闻中跋扈鲁莽的印象大为不同啊！连你都察觉出来，燕陵却没有察觉，不觉得蹊跷吗？您今日去江府为的是燕世子。燕陵重情，伤他者，定是他珍重之人。这宁儿城府极深，又善隐藏，不得不防。城府，我倒勉强瞧得出，可不过是个闺阁丫头。先生，你是不是有心？4年前，他与我一同上京，我竟未曾发现他还有如此一面，连我都瞒得过去。看来这人并非是等闲之辈。而且，当年上京路上曾遇大雪。恐怕他已经知道我离魂症之事，而且我病中一语，也可能被他察觉。竟有此事？那若是被有心人知晓，定会按图索骥查出您的身份。原本以为她只是个刁蛮无知的小姑娘，现在看来，胭脂不是装疯卖傻。派人盯着江府，若这宁儿有所异动，立刻上报。是。
哎，先生，那殷世子那边可要提醒一下。我和殷家的关系还不能显露人前，关于您二的事，不要告诉燕灵。是。上一次只一心扑在后位上，没怎么留意其他的事，实在是忽略太多细节了。到现在都不知谢薇底细，也不知他与燕灵究竟是何关系，眼下处境该怎么办？继续硬着头皮装傻？问题是，谢薇会不会信？要不投靠谢薇？可我又有什么本事和筹码能让他看中呢？还是说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和谢薇对着干？娘娘有话要说。你们想将我关到什么时候？这宁安宫本就是皇后之所，娘娘苦心经营多年，争来斗去，连真心都可以抛弃利用，不就是为了稳坐皇后之位，安居此处吗？如今一切如你所愿，还有什么不满？软禁皇后是大罪，圣上病中命本宫监国，你们怎敢如此？监国？娘娘以为仅凭一方玉玺一道旨意，就可以令天下归心？当年娘娘初入宫时，也做过公主伴读，谢某也当过你的授课先生。看来当年的策论之课都是白教了。你与燕灵究竟是何关系？能一同起兵谋反，你们之间绝非泛泛。娘娘只需知道，种何因，得何果。薛氏一族不无辜，而你也不无辜。还是算了。不过其实，若他能成为我的裙下之臣，不，万不能有这般可怕的想法。无论如何，这一次，我必须抢占先机，趋吉避凶。世子，你先下去吧。父亲。你回来的正好，此乃你观礼的仪程，且看看吧。哎，这个不急，还有2个多月呢。我有一件别的事情想跟父亲说。可是为了江家那丫头？您都知道了。我儿心思整日用在何处，当爹的岂能不知？你且放心，观礼一过，我便去江家为你提亲。此话当真？父亲您可不能反悔啊！儿子心中只有您一人，非他不娶，此生不渝。好，知情知性，方才是我燕家儿郎。只不过，你可有问过人家江家二姑娘的意思？千万别是你自己一厢情愿，到头来空欢喜一场。我早就想好了，等时机一到，我自会向她表明心意。父亲还是早点准备好厚礼，可不许亏待我们宁宁啊。二姑娘近日一番清查，揪出了不少手脚不干净的。她那个院子早就该收拾了，乌烟瘴气，乱七八糟，主人没主人样，下人没下人样，真是的。哎，不过她倒是有几分脑子，她没在老爷面前撺掇，说我长家不严，管事不力吧？那倒没听说。其实二姑娘总会长大的。您不妨平心静气，与她好好说说，或许能解开心结。这些年该说的话都说尽了，还不是走到这吵吵闹闹的田地，还能有什么改变？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只要看到他，不管是他说的话，还是眼神、
语气、态度，都让我不自觉的想起婉娘那个贱人，我心里堵得慌。哎呀，你说这舒痕膏有什么用啊？都抹了4年了，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啊？夫人，大夫说了，药还得涂，急不得。夫人，哎呀，老爷来了，你退下吧。哎呀，夫人，哎呀，我今天可太开心了。哦，什么事情让老爷如此开心呢？哎呀，这居安呐，虽然是年轻有为，可这棋艺还是不够老了，让我寻到了破绽，赢了他半子啊！瞧你乐的，这个谢微也就不过是太子少师，何故老爷如此看重他，跟他相交如甚呢？你这就叫妇人之见啊！当今圣上无子，为太子少师一职，更多是圣上之谋士，为圣上筹谋。居安现在还年轻，就已深得帝心，何愁将来啊？原来如此，老爷英明。哦，对了，居安还告诉我说，这太后要为长公主择选伴读，京中官家有适龄女儿的，先要挑一个品性好的报上去，再由宫中来着选。乐阳长公主是圣上与太后最宠爱的，若是能够做她的伴读，那各家家门可是添光不少啊。倘若咱们慧姐儿能够得此名头，那对她以后的婚姻大事，那可是实实在在大有益处的。想必将来出嫁也是风光无限的。难怪这宁丫头说你偏心呐。就她那个性格，你也敢送她进宫呀？这宁丫头，她如此不服管教，万一给你在宫中惹出什么祸事，还是会连累咱们江家的啊。哎呀，夫人说的也是啊。其实要论品行才学、办事老练，当然还是慧丫头比较合适。那当然。不过这宁丫头的脾气，你也是知道的。若让她知道咱俩背着她就这么决断了，她闹起来是不肯罢休的。那怎么由得她？这父母做主，哪能事事都顺着她？好，好，好，夫人，你且给我点时间，让我再思考思考。哎呀，寻个好的时机，寻个好的理由，慢慢的告诉他。江雪宁，你真是个骗子！哪个不长眼睛的？燕世子，你怎么又上那儿去了？当心被我家老爷看到了！哎呦，燕世子，你快下来，当心被老爷看到了！姑娘，宁宁，你总算出来了。姑娘，燕世子不走正门就罢了，还拿小世子丢奴婢，您可得给奴婢做主啊！笨丫头，你们家姑娘肯定是偏心于我的，是不是啊，宁宁？想什么呢？你怎么来了？有事跟你说，后天就是重阳了，京里有灯会，我想带你去看。重阳灯会？不就是当初我遇到沈芷怡的那次？当初就是在重阳灯会上，雾氏长公主沈芷怡对我暗生情愫。后来入宫伴读时，她发现我女扮男装，恼羞成怒，对我百般刁难。这回可不能再撞上了。你去是不去啊？这回我就不去了吧。下一回你想去什么灯会，便来寻我，我再同你一道去。
你这话说的奇怪，这回与下回有什么分别？只不过是每一回的灯不一样罢了。还是你重阳那日有别的约了，去不了？我这几日身上不爽利，想在家里歇2日。你脸色瞧上去确实不太好。那好，这几日你好好在家里面休息，我呢去打听打听下回灯会是什么时候，回头给你补上。嘿，你这臭小子啊，又爬墙头进来的吧？被我逮住了吧？你不要行礼了，你堂堂一侯府世子，天天来爬人家墙头，你说这成何体统吧？啊！江大人，这墙修来不是给人爬的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乔侯爷，我们江府可不止宁儿一个女眷呐。可是我每次来，都只看宁宁一个呀。你，过来，你简直是在狡辩！我告诉你，以后不要再爬墙头，这成何体统嘛！啊，好，你快走。师伯，我就说2句话啊。宁宁，说什么？宁宁，走，你不走是吧？你冷静点，走，你别跟我动手啊！不能打人，习武的，走。师伯，还躲？我伯父，父亲小心，没事吧？今天出师不利，改天再来看你了。臭小子，不许再来爬墙头！就算是要来，你也给我们走上门！记住了。臭小子，算你跑得快！哎呦，哎呦我的老爷！哎呦，哎呦啊！你说是，你呀，这都叫什么事儿啊？父亲，您再不入宫，怕是要迟了。哦，对啊。好了，你也赶快回房。上一次入宫伴读，不仅被沈芷怡他们刁难，指教先生之中还有谢薇。这一次，我绝不能再遇上他了。这弹劾奏折上说，兴武卫署全城搜捕平南王逆党，未得批捕公文，有违刑律，滥用私刑，更是于法不合。陈莹，你刑部是觉得朕用人不当吗？圣上息怒，此事乃刑部之中一小小文官擅自上奏，臣实在阻拦不及，绝非臣之本意。荒唐！难道你做不了刑部的主？既如此，那这刑部侍郎的位置你也不用做了。圣上息怒。圣上，只会寒了百官之心。谢少师认为此事当如何？圣上，臣以为这张遮冒犯圣上，应当罚俸停职。然兴武卫追查逆党案件多年，却始终未见成效，且京中近日又混入了不少逆党，不如将此案交给刑部负责。倘若刑部追捕有策，再令此人官复原职，以此堵住悠悠众口，亦可平衡兴武卫之势。若是刑部办案不力，错失了抓捕逆党的机会，那该怎么办？若真是这样，那满朝上下便不会再有人阻止兴武卫办差，上下一心，这逆党便如无根之木，
迟早会被覆灭。届时，再将这张遮贬黜出京，永不录用便是。谢少师所言极是，便按谢少师说的办。陈莹，你可听清楚了，若是再出任何纰漏，朕第一个拿你试问。谢圣上。那一子我赢的实在是侥幸啊！谢大人。江大人，今日多谢少师出言相助，在下在藏霄楼备了些薄酒，还请大人一定要。陈大人掌管刑部多年，即便没有谢某，想来也能安度此关，宴请就不必了。还望陈大人早日捉拿逆党，肃清京城。国公，这谢微三言两语，看似公正，却夺了新武卫的实权。您说，他会不会是燕家那边的人？是又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呢？在这天子脚下，任谁也翻不出风浪来。国公说的是。娟深谙圣意，又不结交朋党，果有君子之风啊！当年平南王叛国，挥兵直入京城，杀戮过甚。即便过去这么多年，此事仍是圣上的心腹大患。是啊，幸好有薛燕两家联手平叛，才有了今日的太平之势啊。江大人，前几日新武卫闯入燕家军役武官府上，声称是抓到了一名逆党，眼下正在审问，只怕这京中又要掀起血雨腥风了。观今日这燕薛二世泾渭相分，江大人也该早做打算，只怕来日事起，谁都难以独善其身。娟此言何意啊？此事本不该由我提，但府上二小姐和燕家交往甚密，众口铄金，人言可畏。倘若无心风浪，又何必搅入其中呢？娟说的是啊，姐。听说今天燕世子又爬墙找你了，成什么样子？你们姐俩都大了，你能不能长点心，为你姐姐着想一下，行吗？母亲若是为此事喊我来，那就不用说了。我不想管束燕陵，也没资格管束她。母亲不必担忧，有燕世子在，妹妹将来的婚事必定体面，说不定我也要跟着沾沾光呢。我回来了。哎呀，我说府中这么安静，原来你们都聚到这儿来了啊！来，坐。这是怎么了啊？又吵起来了？我可没那闲工夫，有吗？今日定国公薛府还有清远伯府尤家同时送来了重阳节赏菊的帖子，两家的日子刚好给撞上了。我想带着两个丫头去薛府赴宴，不知道老爷意下如何？清远伯府。娘娘，您穿上方莹的宫女服，自定华门向西，我已备下人手，定能送您出宫。方莹在此拖住他们。别白费力气了。谢微阴狠至极，燕陵更是对我恨之入骨。我躲得了一时，难道躲得了一世吗？若非得您救入宫中，我至今还是伯府庶女，命不由己。您待我有意，我岂能看您死在这宁安宫中？是啊，方莹就是这尤家的庶女。薛府如今是门庭若市，在朝中也是鲜花着锦。我在想，咱们江家有必要凑这个热闹？哎呀，老爷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这薛府的赏菊宴，历年来都是京中高门婚事相看之所。眼看慧姐儿就要过18了，若再不动作，只怕要晚了。也罢，
咱们江家是从来都不结党营私的啊，只是近几年呐，跟着燕家走的是有点近，难免落人口实。既然如此，那2位丫头你们就分别赴宴吧。父亲，女儿想去尤家。这长辈说话，你插什么嘴啊？母亲去薛家是为了相看夫婿，若我这生命狼藉之人在，难保不会影响到旁的人。届时要被母亲责骂，我倒不如不去。哎呀，好了，宁儿，哎，只是现在他们2家的赏菊之日撞期了，估计到了那日，尤家必定是门可罗雀。宁丫头，你平日喜欢热闹，到时候不会……毕竟2家都下了请帖，又没说只能择其一。女儿就带江家前去游府，就当表表心意了。哎呀，这可太好了啊！夫人，你看这宁儿真的是长大了，越来越懂事了，知道体恤父母的难处了啊！哈哈，是吧，夫人？可是新来的肯定是啊，你看这个颜色，好鲜艳呀！你看，你看这个颜色，还真是。怎么就来了这么点人啊？咱们家好歹是伯府，祖上也是受过熏的，一个个只瞧见薛家现在的富贵，狗眼看人低。江府2姑娘到。她怎么来了？是啊，她就是江府养在乡下那个野丫头。我听说性子不好，不过瞧这模样倒还不错。你说会与她谁好看些？自然是姑娘你，天生丽质。姑娘，尤2姑娘在那儿呢，咱们可要去见礼。不急，我先寻个人。她是故意的吧？一个乡下来的粗野丫头，我给她几分薄面，她竟敢无视我。小姐不值得与她一般计较。对了，游方营那个监人关好了吗？平时也就算了，今日这种场合，可别放他出来丢人现眼。小姐放心，已经关在房里了。刚才让妈妈们又教训了他一顿，好像受了伤。他跟他那个娘一样，见人见面，死不足惜。3姑娘，吃东西了。跑！不许走！不许走！我去见见姨娘，她马上就下葬了。就死个姨娘而已，庄子山自会处置。今日府里办宴席，你不许出去添麻烦。哎呦，快来人呐！3姑娘跑了，快来人呐！快解开！哦，好。殿下，快！再不出发，薛府的宴席就要散了。散了就散了呗，宁宁又不去，也省得见了薛爷那厮来气。世子，殿下，世子，我瞧见2姑娘去庆远伯府了。什么？你看清楚了？千真万确，属下按照世子的吩咐去江府给2姑娘送药，刚好碰见2姑娘出门，属下跟了一路，眼瞅着人进了庆远伯府。我邀他9月9去看灯会，他说不去；人邀他重阳节赏菊，他巴巴的就去了。清远伯府什么破落户，他诚心要气我是吧？哎，许是跟别人约好了，要我看啊，我们还是快些出发，再不去啊，真来不及了。哎，殿下，那边你自己去吧，我倒偏要去尤府看看，他还能编出什么鬼话来敷衍我。撤！你家世子这脾气啊，既如此，我也去庆远伯府瞧瞧。走。别跑，这蹄子！我让你跑！让你跑！你是谁的种都不行！我养你这么多年啊！我让你跑！跑挺快！女儿让我去见见姨娘最后一面，不行啊！你嚷什么嚷啊！
二小姐要是知道你乱跑，咱们谁都别想好过。让她切下去行了。你们快看，快看，是燕世子，他朝我们这边看过来了。他好像是在找人，那肯定是来找我们尤家姑娘的呀。你们可别胡说，我们府里没法添请燕世子，兴许他只是路过吧。呀，林宗王殿下也来了。尤姐姐，你的面子也太大了些呢。叶莲，走那么快干什么？也不等我。来都来了，赶紧帮我瞅瞅。见过殿下，见过。行了，你就免了。我问你，江雪您在哪儿？长点教训！小贱蹄子！住手！燕世子竟是为了江雪宁而来，这二人不会是……别瞎说，燕世子怎么会看得上他呀？对，看这个样子也不太像。不好了，有人落水了！有人落水了，怎么会如此？谁呀？走，过去看看。这小贱人，我淹死你！我让开！方爷，你是何人？凭什么管我们府里的闲事儿？方爷，都快闹出人命了，还叫闲事？关你什么事？你们快过去看看。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？我没事。慢着！江二姑娘又有什么事？到别人家里来做客，却满园子乱转的，真是头一遭见。到底是乡下来的，没见过世面。这婆子惩治姑娘，奴才欺负主子的盛景，我的确是第一次瞧见。谁啊？你胡言乱语些什么？不过是几个下人胡闹，失手出了岔子罢了。这姑娘分明是你府上庶出的小姐，几时成了下人？那也轮不着你来管。我家之事，我家自会处置。人是我要救的，那自然便是我要护着的。有月，倘若再让我看到你善用私刑，歹毒欺负庶妹，休怪我让你瞧瞧什么叫更过分的。这江雪宁真是刁蛮惯了，竟然连人家的家事也不管。不过看这女子的装束，应该是尤家的庶女呢。唉，没想到尤家的家风竟是如此。再闹下去，大家都不好看。先劝江姑娘把一群换了。行了，一个姑娘家落水，一群人围着看，像什么话？都散了。走吧。发生这样的事，有什么事先把干叶换上再说。他都没想过。姑娘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都怪奴婢一时走神跟丢了您。姑娘等一下，我这就去马车上拿备用的一群。既如此，那便借三姑娘的闺房一用。你怎么？二姑娘难道想看我在这儿换衣裙？嘉儿姑娘随意。男子不便进宅，我在前院等你。走。江兄真乃豪杰呀！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宁宁来这尤府，只怕就是为了这个尤三姑娘。他们什么时候认识的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怎么，一介女流的醋你也要吃啊？走人多，给面子。
多谢贵人救命之恩。起来，起来，以后别随便向人磕头。坐下。来，多谢。我刚才好像听你说，你要去送姨娘。其实，早就来不及了。我只是还想最后再见她一面，喊她一声娘。曾知你凄苦，却不知竟凄苦至此。你到底是尤家的三小姐，那些下人怎么敢那样对你啊？他们冤枉我娘偷人，还说我是野种。我们明明已经很谨小慎微的活着了，难道我没活着都是错吗？你们没有错，我看得出来你是不想死的人。如今都算是去阎王殿走过一遭了，往后还有什么好怕的？再难也要撑下去，至少活出个人样来，才不枉来这世上一回。我不能要姑娘的钱。绝境之中，就别再学清高逞强那一套。这些钱你拿着，为你娘好好修个墓，也多善待善待你自己。姑娘，一群曲来了，方便开门吗？姑娘为何待方英如此好？我也曾被当作庶女，送到庄子上10几年，受人白眼，缺衣少食的滋味我知道。而且，很久以前，我们见过。我知道你是个好姑娘，以后好生过活吧。哎，快禀报夫人，长公主殿下到了，快！哎，林子王殿下呢？喝酒赏花去了呗。好雅兴，檀儿，咱们也去赏花。啊？你就没什么要解释的？什么？你自己跟我说身体不适要在家里休养2日，然后呢，跑到人家府上来赏花，成心气我呢是吧？我也是在你走之后才知道有府邀约，临时起意的。再说了，你现在不是也来了吗？江雪宁，我错了，这还差不多。哎，那个尤三姑娘如何了？你们2个相识？有过一面之缘，她暂时没事了。不过你方才也太大胆了些，那么多人看着，你就托批封给我，回头不知道他们要传出怎样的流言蜚语。那就让他们去传呗。从前啊，我是还有几年才到观里，怕中间出什么变故，害你被流言所累。现在我还有2个月就要到观里了，我巴不得让全天下都知道。观里，今日你既然出来了，就不着急回去。待下午女兵那边散了，你就去层霄楼那边等我，我晚些来寻你，带你去看灯会。燕玲，其实我……江二姑娘，世子，园中女眷那边有贵可到，夫人正寻您过去呢。行了，你快过去吧，殿下那边也在等我吃酒呢。下午层霄楼别忘了。哎，可是我……月儿，入宫伴读之事就看今日了。月儿明白。乐阳长公主到。
参见长公主。参见长公主。他怎么也来了？这下惨了，没想到千躲万躲，还是逃不过。姑娘，躲起来吧，又不是在宫里，何必如此？这长发现下来是干什么呀？不知道啊。脸上还有天哪！我与殿下偶然听闻，尤小姐也起了赏菊宴，特来瞧瞧。诸位还请照常玩乐便是。若因我二人扫了大家雅兴，倒叫殿下累心了。适才他们正吵着要作画比试呢，公主跟薛姑娘来得正巧，不妨也与他们赛上一赛。阿叔善画，他若下场，还有旁人什么事儿？行了，你们画便是了。既如此，诸位姑娘就以这局为题，作画献与殿下吧。如今尤大姑娘已远嫁，尤夫人又开始替二姑娘筹谋了。这尤月旁的本事没有，作画却是不错。故意提起画赛，怕是为了让她在公主面前露脸呢。姑娘，咱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坐那儿，一会儿趁机溜走便是。啊什么啊？真当我无所不能啊？打不过自然是作为上级，难不成留下来丢人？公主，请。你就是江雪宁吗？抬起头来。我今日便是为你来的。难怪燕翎那般傲气，却为你死心塌地，这样的好看，连我见了都要心动，实在让人羡慕。看来江二姑娘与燕世子之事，不知我们知晓，甚至都闹到公主殿下面前去了，倒比画本子还精彩些呢。月儿，是我失言了，江姑娘是千金小姐，自是注重闺名的，岂能如此作弊？公主，请。来，不必多礼，不必多礼。来，先坐，坐，来，坐。叶离，大庭广众，偷偷摸摸的，哪像是君子所为啊？你说你那个宝贝妹妹也是，不是与太后去薛府赴宴了吗？跑这儿来凑什么热闹？这话江姑娘也想问你吧？你看那个薛叔，一看就是蔫儿坏，可别把我们宁宁给吓着。不行，我还是得过去一趟。你可算了吧，你还嫌今日闹得不够出格啊？女人家吟诗作画的，你就别过去了。哎呀，这里有你和我，没人会对你的年龄做什么的。走，喝酒，来。为什么不动？是不会作画吗？一个乡下丫头，能会什么？沈芷怡一贯喜怒无常，这一次切莫再得罪她了。我叫你画便画，你连我的话也不听吗？别动，否则我杀了他！灵儿姑娘，你认识谢薇？此人八成是冲着谢薇来的亡命之徒，我可不能牵扯进去。哎，谢大人名声显赫，京中谁人不知？小女子只是路过此地，还请壮士万勿冲动。你要多少钱，我都可以给你。闭嘴！灵儿姑娘与谢某有救命之恩，且她父亲与我交好。壮士既然对我心有不满，又何苦伤及无辜呢？说得好听，你这狗官效忠的狗皇帝害我一时不少，难道就不是伤害无辜了吗？阁下果然是平南王的人。
我可真够倒霉的，几次三番怎么偏叫我遇上他？这谢薇冷血无情，言语之间只想着试探，只怕不会顾我性命。平南王的势力不在京中，可近日来却几次三番在京城作乱，难道是朝中有人接应，还暗中将矛头指向永义侯府？你们究竟想干什么？谢薇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这样拿逆党？谢某在拿逆党与救恩人之间，当然是选择后者。想来义师也不愿命丧于此。若义师愿意放走宁二姑娘，谢某可以命人取来令信，打开城门，送义师安然出京。你会这么好心吗？谢某之品性，一贯如此。要想护他性命，便拿自己来换。我先你出城岂不更好？否则，我现在就杀了他。义师，我能否换个条件？他是朝廷命官，他怎么会为了我？少废话！我数10个数，如果你还没考虑清楚的话，不必数了，请阁下送他过来，我来提。他竟愿意救我？不可能，谢薇绝不是心有恻隐之人，更不可能任由这逆党逃脱，一定还有后招。糟了，谢薇这厮果然不顾我性命，他不会还想一石二鸟，杀我灭口吧？不管了，胆大包天总比死在这儿要好。尸身带去给陈莹。另外，今日他来之事，不要声张。是。不能睡，婉娘说这样会醒不过来的，不能睡啊！哎，醒醒啊！我带你一个已经很费劲了，我带不了琴。放手！人都要死了，还惦记无用之物，你这样的人就不配活着！胆子倒是挺大，可惜用错了地方。跟我来。
可惜了这么一张好情啊！方才让宁二姑娘受惊了。哪里，幸而得遇大人，知道您一定有办法相救，所以还好。是吗？方才怎么听宁二姑娘所言，像是不想与在下扯上关系一样？难道是我多心了？刺客问我，我不敢不答，又怕牵连大人让您为难，所以只能乱说了。怎么是选您说错了吗？平日里，你就用这一套来诓骗燕灵。我不知道大人在说什么。方才看你挺聪明的，倒什么都听得明白。我方才真是吓坏了，什么都没有听清，什么平南王，什么逆党，我更是半分都没有听明白。还请大人放我归家去，我保证绝不会再提及此事，好不好？燕灵是我的弟子，前程大好，不容毁坏。宁儿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必知算计不是正道，既非正道，便绝不能长久。你若真心喜欢他，便不该骗他；倘若无心，又何须纠缠？我与燕灵之事，说破天也不过是一些儿女情长罢了。况且我也没有做什么出格之事吧？为何大人就认定我在骗他、害他？还是说，大人是因为某些原因，先入为主的误以为我有所图谋，所以不论我做什么都是错的？你笑什么？你要早这么跟我说话，我又何必陪你在这里演戏？那么方才，若我没有推开那个刺客，你当真会一箭双雕将我除去，以绝后患？你说呢？你既知我想杀你，亦能杀你，就应该明白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秘书，先生，燕世子在街外几番又硬闯进来，我们实在是拦不住了。无妨，送宁儿姑娘过去。是。属下问过了，燕世子今日的确约了江姑娘在此，杀手则是埋伏在京城的逆党，一切都只是巧合。那个，说，是剑书想问，先生为何不跟江二姑娘解释清楚？您未想杀她，让她怕我不好吗？忌惮，便不敢作乱了。宁宁，宁宁，你可吓死我了！他们都跟我讲了，真没想到光天化日也能碰到逆党的刺客。你没事吧？放心，有惊无险。哎，你别怕，我来了，有我在，没人能伤你半分。哎，都怪我不好，本就不该给伯府那些人什么面子，更不该让你一个人来层霄楼等我。如此也不会碰到那刺客了。我害怕的哪里是刺客？燕灵，我竟不知你与谢大人如此相熟。谢先生是太子少师，领我们的课，自是相熟的。可要说有多交好，也谈不上。怎么了？可是他为难你了？他们二人的关系绝对不会只是师生这么简单。不过谢微对燕灵应该是有非敌，倒是个好消息。别想这些不开心的了，你不是说要带我去看灯会吗？快走吧。可你刚刚才受了惊吓，明天再看也是一样。不，我想去。可是你说要去的啊。哎，可是唐儿。唐儿和车夫我都安顿好了，今天晚上谁都别想搅了你的兴致。走。
没骗你吧？今年多热闹！哦，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好吃的糖人。哎，两位随便看，都是刚做的，都是好吃的啊。就这个吧。谢谢。恭喜你答对了。那边有灯谜。哎，恭喜恭喜！真聪明。下一题，无风荷叶动，打一字，谁来猜呀？啊？猜对有奖。我知道。这位公子，横字，回答正确。来，继续猜，下一题。这可是芡实。姑娘好眼光，这是前2天刚从苏州运过来的，上等的鸡头米。最近漕河上水况不好，你这哪能是苏州运来？便是800里加急的荔枝都没这么快。我看你这是附近湖里自己种的，原来是行家，不过这味道并不比苏州的差，不信您尝尝。好吃吗？嗯。那就这些盐筐都给我吧。多谢公子。多了算你的赏。哎呦，多谢公子。走吧。这司礼晚课都结束了，你还要带我去哪儿啊？这个是我精心挑选的地方。快来，看。果然美不胜收。你怎么还跟以前一样啊？小鸡啄米式。像从前不好吗？好，当然好。唉，可是宁宁，我很快就要加官了。燕玲，你对我这么好，到底喜欢我什么呢？我见你的第一眼啊，就知道你跟京里那些姑娘不一样，一双眼睛，看人真真的，丝毫不懂得掩藏。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那时的你活得很真，想要便去抢，不高兴便谁的好脸色也不给。高兴了，又能把人哄得心里很甜；伤心了，却要自己一个人躲起来哭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，这本该是一个被人疼着的人，可我没想过，原来你才是最假的那个。我知道你没睡着。江轩，你真是个屁！可是大家都不喜欢我，晚娘不喜欢，母亲不喜欢，
府里的下人不喜欢，京城里别的人也不喜欢我，所以你就没有想过，是你喜欢错人了吗？胡说八道！你想啊，你的婉娘本没有必要让江府知道，你跟你姐姐换过，只要她不说，你姐姐就永远是江府唯一的嫡小姐。她倘若去了，这秘密就随着她长埋黄土了。可明知如此，临死之前，即便冒着让自己亲生骨肉受苦的风险，她还是说出了真相，把你送回了江府。如此一想，又怎么能说她不爱你呢？我的宁宁，值得全天下最好的爱。可我不会永远是那个被你捧在手心里就满足了的小姑娘。我会长大，我会变坏。不会的，宁宁永远是最好的。最好的不是我，是你。可江雪宁不值得你这样对她。值不值得，是我说了才算的。在我眼里，你就是最好的。别哭了，我心疼。年少不知愁，花间月下品居酒。看尽昨日花开，就当明日花依旧。少年长，侯府出事了，我必须走。但是宁宁，等我，终有一日，我会洗刷侯府的冤屈，我一定会回来娶你。可是燕翎，我要嫁给沈健，我想当皇后。有些东西你给不了我，可他呢？要怪就怪你自己吧。只为换一滴泪，心中再不忘。对不起，我失礼了。谢谢你对我的好，可我只当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对不起，我算了，太晚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宁宁，待我冠礼结束，便嫁给我吧。只求一生一人伴我翻涌走一场。姑娘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，担心死我了。可有哪里受伤？没事了，我这不好好的吗？姑娘，老爷夫人有事找你。他们知道我被挟持的事了？没有。谢大人的手下说，今日之事不得泄露，我没敢同老爷夫人讲，好像是有别的事。慧儿，夫人，观其不语啊！你可不许瞎出招。慧儿有长进，不许给他出主意，要靠他自己的本事。跌下这一步，你怎么办？娘，你看，我说吧，就得这么下。哎，父亲，哦，你丫头回来了，今天夜里可玩得尽兴啊！听说父亲有事找我。是这样，爹听说这长公主去到了尤府是吧？而且还和你说了话，那想必有件事情你应该是知道了。父亲想说的是入宫伴读之事。哎，是啊，这件事情呢，爹和娘并不是有意瞒你的。其实你也知道，这皇宫里头啊，万事都要小心谨慎，这不符合你的性子，所以呢，还是让你姐姐去为好。
当然了，此事让你受委屈了。你要是不满发脾气，那也是正常的。女儿并无意见，毕竟此事事关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兴趣入宫。此话当真？宁妹妹，你若无其他事，女儿先告退了。啊，宁丫头早点休息啊。这宁丫头真是长大了，越来越懂事了。你看，已经知道体恤咱们了，而且也知道让着她姐姐了。我怎么不觉得这是个真事？哎呀，你呀，怎么会呢？陈大人那边检查过了，今日的杀手尸身上有着逆党的刺青，所用的武器也打着平南王军的印，的确是逆党无疑。这些日子，京城里不少高官都遭到了逆党的刺杀，也难怪这个薛远要趁机对永义侯府下手。可京中的人手不是一直都由咱们调遣吗？今日那刺客竟是不知道您的身份，这也太蹊跷了。看来平南王是对我有所怀疑了。道情，写封信给金陵，问问看这刺杀到底怎么回事。是。哎，先生，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？您领着平南王瓦解京城势力的命令前来，如今薛燕两家相争，正是王爷想要看到的局面。可您呢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出手阻拦，若是被王爷知晓，将您的身份公之于众，朝廷不会放过您的。属下失言，这就去办事儿。唉，昨日又发生了一起逆党刺杀案，还牵扯到了谢威。现在刑部已在严审，与燕家有关的那个武官也在审讯之列。你说该怎么办呢？国公，之前审讯期间，我等真的已经尽力了。那帮逆党冥顽不灵，尤其是那个武官，任我们如何逼迫，也问不出他们在京中的幕后主使啊！我说，你就是个蠢货！本宫早已言明，捉拿拷打皆是计策，并非目的。本宫要的是你们从逆党口中问出永义侯府的罪证。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成，如果再让陈英得知本宫的计划，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？是小的无能，是小的无能。够了！本宫手下不需要你这种无能之人。来人呐！国公，国公，饶命啊！国公，饶命啊！国公，苦心经营了这么许久，可还是扳不倒那燕家。朝堂之争一夕生灭，真是奈何奈何啊！国公，小人以为眼下局势实则祸福未知，人人皆知我薛氏与燕氏不和，如今刑部接管了调查之事，不管结果如何，与我们都免去了悠悠众口的议论和猜测。燕氏气数将尽，迟早倾覆，只是圣上多疑，国公欲成大事，终究是缺了一剂猛药啊！这些年，燕牧那老家伙没少和我作对。既然找不到证据，那我们就给他造出个证据来。你去新武卫中寻一个能干之人，让他想办法接近燕家。我要拿到燕牧的笔迹和印信。是，国公。母亲方才话说重了，李莫放在心上。父亲托我同你说，入宫之后无需争什么一二，多看少说，平安就好。若我是你，
名字都呈上去了，却一朝落选，反而是自己那不学无术的妹妹被选上，定是会好好想一番，自己是不是被陷害耍弄了一番。你倒虚伪，还来给我送礼，难道你以为我看不出来，你也想要入宫吗？是，我想入宫。天下哪个女子不曾爱过繁华呢？这对我而言，并非什么可耻之事。只是如今事不成，我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。万事皆有其缘法，如今是我没这本事，也没这缘分罢了。记得4年前我上京时，你还不像这样，至少不像现在这样，云山雾罩，像一尊活菩萨，一个无悲无喜的假人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你吗？不仅仅是因为你比我好，比我出色，你享受了我本该享有的一切，更重要的是，4年了，你既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也知道了婉娘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，可你却从来没有开口向我问过婉娘一句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婉娘病重离去前，把她传家的镯子塞到我手里，让我回府以后交给你，可我一直没有给你，因为我觉得你不配。婉娘固然是我生母，可这一切都是因她而起，是她让江家，让母亲，让你我都成了笑话，活着受煎熬的不止你一个人。不过问婉娘之事，我负婉娘生恩；过问婉娘之事，我负母亲养恩。既如何都不能两全，为什么我不能像从小母亲教我的那样，明哲保身呢？好一个明哲保身，张雪慧。可这世上，并非人人都跟你一样，事事权衡利弊，凉薄的近乎冷血。所以你恨我是应该的，我也从没想过要报复你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，你才是那块做皇后的料呢？上一次是我故意抢了江雪慧的机会，可这一次我明明已经对皇宫避之不及，为何最后的走向还是改变不了？不行，我绝不能就这样认命。府里这院墙砌了跟没砌似的，若是叫父亲知道有人屡教不改，故技重施，怕是又要发一阵牢骚了。这次不是没让他发现吗？啊，收了我的礼，可就不能去告诉江大人啊。这才几日不见，手怎么受伤了？军营里嘛，舞刀弄棍的，难免的，不碍事。通州大营里面，谁人敢伤你啊？新武卫的一个人，虽然上了贼船，但却是难得的一个好人。这几日他还经常来营里跟我比划呢。说起此人，最近倒是有一些关于他的新鲜事儿。啊，都说啊，这人有一匹好马，爱不释手，新武卫皆知。可突然有一天呢，他听闻这马病了，就匆匆地赶回府上，发现沉疴难愈之后，竟然就亲手把这匹马给杀了。旁人问他缘由，你猜他怎么说？此马是我的至亲。然病入膏肓，难免折磨，遂动刀杀马。第一，为了给他一个痛快；第二，为了全多年之情。宁宁，你说他这人，是不是有些不同寻常啊？你只管差人同周银之说，他的爱居病得快死了，老太回来看一眼。你说的这个人，可叫周银之？
你怎么知道啊？你认识他？啊，我听说的。不过这个周银之本是我家田庄上捡来的孤儿，长大以后在田庄上养马，后来接着我入了京，再接着父亲入了户部，又接着户部进了新武卫。总之，此人是个惯会攀关系往上爬的人，我觉得他不简单。至于杀马的说辞，你怎么看？真假不论，但他能亲手把自己的马给杀了，行事之果决，可见一斑。我倒觉得他既如此喜欢这马，却能说杀就杀，当真手段狠辣。留这样的人在身边，你可要当心些。你都绿了，就算他当真是带着什么目的来的，我行得端坐得正，自是不怕的。话也不是这么说的。好了，不说他了。啊，打开看看。我知道你懒得剥松子。你的手不是受伤了吗？这点小事儿，手指断了都能做。怎么了？不喜欢吃啊？哎呀，我就知道应该给你买栗子的。不，我很喜欢。那怎么不吃呢？罢了，不吃就不吃吧。下次来给你带点别的。跟我讲讲，这几日不是要进宫给公主当伴读了吗？还能得谢先生授课，心情怎么样？等等，你刚回来就知道我要入宫伴读的事儿了？公主也早就跟我说了，她要选伴读了，是我特意跟她说一定要把你给加进去的。你之前不是对没见过的事情很好奇吗？还那么想知道宫里的事情，这次有这种大好的机会，我怎么能忘了我的宁宁呢？怎么样，这事儿我办得漂不漂亮？闹了半天是你要搞我，真是太漂亮，太惊喜了。你高兴就好。说到谢先生，今天时间正好，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嗯，走啦。啊，走。琴声清越，有凤栖梧桐之感，的确是一张绝世好琴。这琴虽好，可惜呀，此间乃是那万年老二的店。哎呦，我当这谁呢？哼，这不是连考3回都不中的贾秀才吗？你连一篇文章都做不好，也配说我照得不好？我还怕你拉低了我这馆内的格调呢。吕显，你开门做生意，赢的是8方客。再说了，你与谢大人一路同科，他按手你第二，他谢元你第二，他会员的时候你还是第二。说你是万年老二，难不成我说错了？你到底买不买？买赶紧交钱，880两银子。这么贵啊？这琴本是88两，剩下的我要用来好好的内外焚香、沐浴净手，才能去了他身上这些穷酸迂腐之蠢气。吕显，你欺人太甚！哎，怎样？要动手？吕某不才，进士翰林院出身。这只左眼曰：阅尽圣贤书，标价黄金500两。这只右手曰：注遍千秋卷，标价白银1000两。就凭你打得起吗你有辱斯文，我懒得跟你计较。走。他就是吕显啊！我常听人说他是进士卖琴，不买不行，这生意做得也太黑了吧？贵不打紧，重要的是东西好。谢先生爱琴，你进宫学琴啊，带把好的，哪怕先生严厉起来，看在琴的份上，也会宽容几分的。哎呦，世子啊，您总算是来了。这原本啊，我是找了5张琴，这其中1张乃江宁顾本源新制，可惜到晚了。我去的时候，这顾本源已经将那琴赠与那谢居安了。他可是当朝名师，人入了古稀，着一张琴怕是得3年吧？说赠就赠了。哎呀，可不是吗？那么好的琴，我千金买琴，转头翻1倍我都敢卖给你。这个谢居安断老子财路，当真是老寿星上吊，嫌命长。宁宁，喜欢哪张？我这水平弹什么都一样，那张吧。哎呀，姑娘可真是好眼光啊！这张琴乃是300年前的古琴啊，名曰焦安，散音浑厚，泛音清润，而且还不贵，只要3000两。
就他吧。哎，不成，燕玲，这太贵重了。再说你已经送了我这么多东西，若是再加上这把棋，我这辈子都还不完了。还什么？就是要让你欠我一辈子。世子爷大气。你们请。您看看，这伞啊，又结实又好用的。这清风又去哪儿躲了？我去寻车来，你在这等我。江姑娘，方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可是那游月又欺负你了？她没欺负我。本想去江府找二姑娘你的，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了。这是上次姑娘给我的银钱，除了料理我娘后事用去的，还剩不少，先还给姑娘。剩下的，方英日后必定相还。给了你的就是你的了。姑娘，你收着吧。这就是你说的，他没欺负你。方莹，你还要继续过这样的日子吗？从前你因着母亲处处小心，可如今人都走了，你还要把自己搭在尤家吗？可我还有的选吗？你若信我，便按照我说的去做。虽然眼下不能离开尤家，可过不了多久，你一定可以改变这段命运。宁宁，方莹，记住我说的话，好好为自己活一次。走吧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！嘿嘿，谢谢。哎，我算是查清楚了啊，这个江二姑娘呢，的的确确是要进宫的。不过我看她的神情，好像不怎么情愿啊。知道了。就这样？不然呢？这江伯游不过是一介侍郎，也没什么值得你图谋的呀。你帮着长公主将这江二姑娘送进宫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我看呐，这江二姑娘长得很是不错，她这么千方百计的要去教人家读书，该不会看上人家了吧？吕先生果然文采斐然。不过这老寿星上吊是何解？情况所需，随便说说。那这账本上3000两的出入，也是随便写写的？你数你也懂？哼，我劳心劳力的替你赚钱，你总不能连一点油水都不给我留吧？行，刚到手的钱，还没捂热乎。哎，另外逾期的利息，就用外面几张好钱抵了吧。你就是个祸害，你闭着你！你也是。姑娘，您这盏长明灯是为谁点的呀？依然就是4年，却又不刻名字，该不会是婉？不该说的话，就让它烂在肚子里。走吧。别担心了，都说这儿挺灵的。殿下，您在看什么呢？您是不是又想起半年前我们在寺外遇到的那位姑娘了？上！公子小心！
公子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是我不慎惊了姑娘的马，真是对不住。多谢公子相救，先擦擦吧。是我害姑娘受了惊吓，姑娘还谢我。马儿受惊只是意外，但公子相救却是明知惊险而为之，故而多谢。这分明是姑娘宽厚。公子，您的衣袍脏了，要不咱们改日再来。佛家渡人，无所谓起罗或麻衣，区区泥点不会怪罪的。佛心自在，不以刑拘。公子想得很通透，既如此，便不耽误公子了。告辞，走吧。哟。半年过去，也没再见到一面，我甚至连他的声音都快忘了。当时就应该将他的姓名家世问来了。罢了，还愿去。好。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我刚才好像……算了，没什么，走吧。姐姐，你拿的是什么好吃的呀？你就知道吃，这可是我爹在青天剑用的灵龟，他卜算问卦都灵着呢。哎，可要我帮你算算，你今日大吉的方位在哪？我就算了吧。我倒是谁啊？原来是定远侯府的宝英妹妹啊！你是清远伯府嫡女，刘月。真是羡慕宝英妹妹，不仅是侯爷长珠，还颇得太后娘娘喜欢。年岁比我们小不少，也能破格选上。这是哪家的姐姐？好生漂亮！还能是谁啊？就是那个丢人丢满了京城的江雪宁呗。原来是他呀，跟传闻中可不太一样。人不可貌相，她不是什么善茬。宝英妹妹出身金贵，可要离这种人远些啊。果然还是这些人没什么改变。还有2位没到，请诸位姑娘稍等一下。随后，杂家便可带你们入宫去。公公，不是说辰时入宫吗？大姑娘可算是来了。今日竟是皇公公亲自来接，姑母也没说告诉我一声。啊。太后娘娘今日特请了老奴过来，是为了看看诸位姑娘，回去讲与公主听呢。阿西，快来。应国公府来此与姚府顺路，我便去接了阿西一起来，可有误了时辰？啊，没误，没误。大姑娘，请。
好了，人已到齐，请诸位姑娘将行囊交给工人，随咱家入宫去。来人。是。大姑娘，您这边请。走吧。哇，你看那么大，去。诸位虽入了宫，但还要经过考试，方才能正式办读。这考试共分为3项：礼道、香道，还有文道，用于考察诸位姑娘的礼数学识。啊，我最怕考试了。几位姑娘出身高贵，自不必怕这些的。好了，时辰也不早了，还请诸位姑娘赶快前去考教。是。又撞上他了，还是那么严肃可怕。这位苏姑姑看着好吓人，她还带着板子，该不会动手吧？我听人说，苏尚仪长宫内典仪，可是连皇后娘娘都敢斥责的人，这下我们可惨了。今日上仪局奉命来教各位姑娘一些宫廷中的礼仪，大家可称我为苏尚仪。往后各位都是要为长公主殿下伴读的，须得格外谨慎。若是有谁懈怠或实在学不会，就要离宫回府了。对啊，这苏尚仪一向是最严厉，只要我故意出错，以她的性子，必会让我落选。只要能出宫，挨两下便挨两下吧。没想到有一日我竟要陪你做这等鬼祟之事，要是谢先生回来，我们可就完了。嘘，宁平时书读得不好，找不到明天的考卷，他铁定不及格的。哎呀，你别找那儿了，怎么会放在那儿呢？肯定在这里啊！你快过来，快！你们在做什么？站立时双腿并拢，腰要挺直，头颈稍稍垂下，双手交叠，虚扣在腰间。江二姑娘，怎么了？不错，果然是大家风范。苏尚仪今日是怎么了？这样都能忍得下去？一定是我还不够努力。哎，江雪宁，你故意的是不是？好了，学下一个吧。
江二姑娘，你真是……公主殿下，公主殿下，不必多礼，本公主就是来看看，你们随意就好。江雪宁，你再做一次给我看看。殿下都来了，我看苏上雅怎么偏心。是。苏姑姑，你看，她把宫里的东西打翻了，可神情却没有半分变化，好镇定，好平静啊！公主殿下所言极是，江二姑娘如此心性，必成大器。江雪宁，你到底使了什么妖法？怎么连公主殿下都被你愚弄了？放肆！殿下，尤姑娘说的不错，臣女自小在乡野间长大，懒惰愚笨，这宫中的礼仪实在是学不会，恐怕辜负了殿下厚爱，还请殿下遣臣女出宫。这下总行了吧？本公主喜欢你还来不及呢。这宫中的礼仪不过就是做样子，你若学不成也没什么关系，有我护着你便是。江二姑娘能为公主殿下绘制落英妆，开解心结，定是心灵手巧，秉性良善。奴婢是看着公主殿下长大的，心中着实为公主殿下能交到姑娘这样的朋友感到欣喜。殿下为了让您入宫，可是出了不少力气。啊，最开始燕林虽托了本公主添你名字，本公主也的确想让你进宫，可伴读的擢选也有规矩，名字一开始没呈上来的就不能当伴读。本公主磨了皇兄好久才让他同意的呢。怎么样，我对你好吧？你高兴吗？原来让我入宫还有殿下一份，高兴，实在是太高兴了。反正本公主喜欢你，这几天在宫中若有什么事，尽管找人来报我。母后那边还有事找我，我就先去了，明天再来看你。送长公主。这都什么时辰了，怎么还没出宫啊？宫门还有一会儿才下院，你头回入宫，我实在放心不下。我听闻那个苏尚仪甚是严厉，连板子都用上了。喏，我特意从太医院寻的药，以备万一。你别入唐宫，把自己给弄伤了。这样的新娘子我可不要。严玲，抱歉，我又胡说了。你对我很好，我很感激，但你为我做的越多，我就越愧疚。我只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，只希望你平平安安的。宁宁，你莫要说这些了。我发誓，我再也不说那些不三不四的话了。你莫要恼我了，好不好？对了，谢先生今日跟我说了一件你的事情。他说了什么？他问我有没有教过你什么法子，让你拿一本假的账册去整治府里不听话的下人。我一想，无缘无故的应该不会问到我头上，且不是什么坏事，我就认下了。我便是知道你会替我圆谎，才推到你身上的，只是不想那日谢少师进去了我家中。那你告诉我，是谁教的？我自己琢磨的。我的宁宁有秘密喽。我早跟你说过，人总会长大，我也会变的。我不在乎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会对你好。你答应我，不管你有什么秘密，只要你想说，我都要做全天下第一个知道的人，好不好？好。姚姐姐，我就随口提到了一句行不，你怎么就哭了？好了，这是在宫里，若是给人听见了传扬出去，可就不好了。姚姐姐，咱们都是好姐妹，你若有什么难处便说出来，
咱们也好一起想想办法呀。我是听宝英妹妹说到刑部，便不由得想起了那张遮，所以才哭的。他一个7品的刑科给事中，怎么配得上我？就是那个得罪了新武卫的张遮，姐姐竟然同他在一起。此人并非正经科举出身，乃是白申利考上来才进了朝廷当了官的。家中只有一个粗鄙寡母，原本是父亲看中他，说他官品虽不高，但胜在有贤能，前程无量，所以我才同意父亲去张家议亲。可现在呢，他开罪了新武卫，连圣上都触怒了。我想退亲，但父亲却不同意。薛姐姐，我可怎么办呀？可亲事已在意了，庚帖也换过了，所以我才难过呀。若要退亲，难免让人家说我姚府势力。如今不敢不尬，是嫁也不好，不嫁也不好。况且那张遮先前已经议过2门亲了，一个跟人私定终身退婚了，一个还没过门，人就死了。现在好不容易攀附上我姚府门楣，必不肯主动退亲的。我父亲乃是当朝1品大员，我堂堂世家嫡女，怎能嫁给这种人？我看啊，姚姐姐的心思未免也太死了些。天底下大路那么多条，办法那么多种，何必一定要那姓张的退亲？贵府先退又有何妨？只要找对理由，谁也不能说什么呀。你有法子？若真如姚姐姐刚才所言，这张遮议亲过2回都没成，可见是个命里无期的，且第2门亲事还没成，人就死了，这叫什么？这不就是命硬克妻吗？可是他那未婚妻从小体弱多病，乃是风寒病逝的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只需将张遮克妻是天煞孤星之命，谁嫁给他谁不得好死的消息放出去，我看哪个敢说你姚府退婚不好。即便令尊大人惜才，可若这种话听多了，又怎能不疼惜自己的女儿？还有，他如今与朝野之上本就寸步难行，若得罪了姚家，这对他又有什么好处？若他真是个不识好歹之人，就凭姚姐姐你的本事，还怕治不住他了？看什么一惊一乍的，吓死个人！尤二姑娘，还请移步，我有话同你说。有什么话你就便说吧。江雪宁，这可是在宫里，你别太放肆了。别过来！我怎么？我欺负你，要告状是吗？可我有长公主，有着户部实权的父亲，你有什么？闺阁女儿家还未出嫁呢，就要撺掇着坏人清平名誉，毁人终身大事。小小年纪就如此恶毒，长大怎生得了？这传出去啊，怕是没人敢娶。姚姑娘，你说是吧？我乏了，先睡了。江雪宁，你这疯子，我跟你没完！你给我等着！张大人，本宫有话要同你说。后宫妃嫔不得私见外臣，且娘娘之请，恕张某难从命。大人要看着我死吗？薛叔背后有整个薛氏，从不满足于皇贵妃之位，他早就盯准了后位，且他如今又有了身孕，若是连周盈之也被扳倒，那我在前朝后宫便会彻底失势，到时候我又会是什么样的下场？去随逆党作乱，半路劫杀，你宁可折了腿也要护着我。郊外破庙，我藏在荒草丛里，
你却甘冒其险去将他们引开。长哲，你对我这么好，便不能一直对我这样好吗？娘娘是一国之母，张哲是一朝之臣，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遇难遇险，以命换娘娘无虞，皆是分内之事。但周迎之党羽于岸，本是国事，一朝兴衰皆系于此。恕张某不敢寻死。只是分内之事吗？若娘娘觉得臣昔日相救之举实有僭越之心，臣愿领其袍。我知道张大人眼里不如沙子，我亦不想求张大人饶他们一世，但请大人高抬贵手，助我渡过此难关。他日我必将周迎之一党的罪行一一呈至大人案前，让他们认罪伏法，可好？长哲，你帮帮我，这次过后我就做个好人，好不好？奉天承运皇帝制曰：罪臣张哲徇私枉法，依罪秋后处斩。其五位指挥使周银之举报有功，官复原职，赏银1000两，钦此。世上为何会有你这样傻的人？念强，来。属下周银之，见过国公。你就是周银之？是。看起来年轻有为，像是个有出息的样子。本宫听说这几日你和燕翎走得很近，看得不错啊。国公您实在是谬赞了。周银之身为姓吴卫的人，自当为您效力的。周大人，上次安排的事办得如何了？这件事儿还望国公恕罪。属下虽然想法子见过侯府几次，可是侯爷的书房外有重兵巡视，想要窃出笔记，实在是太难了。还有那印信，侯爷藏得更加隐秘，我这着实是有点……本宫不喜欢找理由的人，凡事只问个结果。亲5位中，不差你一个，明白吗？是，属下明白。去吧。是。摸一下，摸着倒是还行。2日之后，你去一趟东市万来会馆，那里是由商帮设立的，专供外地商人留宿谈生意之地。到时候会有一个叫许文义的商人卖一批生丝，你拿着这笔钱买下他的货，不久便能得价数倍。掌柜的，请问有没有一位叫许文义的商人？许文义，那个就是。你行行好，好不好？你行行好，咱们也是多年的老交情了。我带来的这一批都是蚕农辛苦了1年的心血呀。许岁是你说有多少要多少，我们才借了印子钱去养更多的蚕呢。现在你们说不要就不要了，那让我们可怎么办呢？王老板，徐老弟，话我已经说得很清楚，
今年生丝的价格是一跌再跌，不知道何时才能见底啊！我们东家已经决定不收丝了，你就别再为难我了啊！王老板，您就是许老板。哦，我要买丝。这是400两，您请收好。啊。至于那批生丝，暂且放在您的货仓里，可好？姑娘，这400两，实是解了我与蚕农们的燃眉之急。可是姑娘，如今世上生丝价格这样低，且看行情，说不准还要继续跌。你囤了这许多在手里，当真不怕亏了吗？若是卖不出去，明年说不准就要生虫发霉了。不会，东家说了4会涨，我信他。既然苏尚仪这条路已走不通，再装下去也不过是自讨苦吃。罢了，还是省省力气吧。能将花心朝向这样的细节都考虑得如此周全，果然是蕙质兰心。今日制香江姑娘该是第一。哼，能不周全吗？当初可没少因为这点细节被你虐待。王老先生，谢某已将考题誊抄了6份，还请先生过目。哎呀，谢少师客气了，我看就不必了。一帮小女娃子读书，这考教嘛，就是走走样子。您呐，别太当真。我记得谢少师之前说过，此番出的考题都颇为简单。若是圣上知晓，会不会觉得有些敷衍，查验不出这半读的学识啊？一个公主非要闹着读书，这圣上他也没有办法。按道理说呢，一个女孩子家在家听父母的，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，读《孝经》《女诫》也就罢了，非要搞出这么大阵仗来。是啊。礼仪教习便暂且结束，还请各位姑娘准备下午的文事。若是学识过不去的，也一样会被逐出宫去。是。哎呀，惨了！昨夜本来想再背书的，结果一拿起书本我就睡着了。这下午可怎么办呀？江二姑娘，我早就看出你乃是有识之人。听闻你父亲与谢少师相熟，不知谢少师有否指点过你课业？你看啊，可否小小的透露一下，谢少师平时喜欢看什么书？阅卷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偏好？这几个人没几个是有真才实学的，倘若他们能答得好些，岂不更映衬了我不学无术，不堪为伴读？既然你问了，我少不得要说2句。这谢少师学识渊博，考教我们的却不会太难。这儒文20篇是一定要看的，尤其是第3篇和第6篇。我曾听父亲说过，谢少师很是青睐端正字体。这答卷答得再好，字体若不工整清晰，在他那边也是要被处落的。谁带了儒文20篇的？快借我看看。宝英妹妹，你带了吗？我没带。薛姐姐，真的吗？字写的不好，真的要被处落吗？宝英妹妹，你莫要听她胡说。江雪宁只怕连大字都不识几个，
像谢先生那样的人物，岂是他能懂的？咱们只等着下午看他笑话吧。江二姑娘，你等等，你有事找我？昨夜的事，姚小姐放心，我这人虽然不算什么好人，但有什么仇有什么怨，我都是当面直说。背后重伤传人小话这种事，我是不干的，自然也无需担心我回头到处乱讲。我自问与你无怨无仇，可昨夜你的反应似乎也太过激了些。江二姑娘，敢问你与那张遮是什么关系啊？我不过是为张大人打抱不平一番，你就要以为我们有点什么？若真有什么，可是又要被你拿来当做退婚的理由。你若真与他没什么，为何如此关心我的婚事？张遮大人一身清正，素有贤名，乃是君子。雪宁只是一个小人，岂敢与他有瓜葛？只是待君子，便要以君子之道。世人趋利避害，姚小姐觉着这门亲事不合适，想要退了无可厚非。可有些事若做过了，便不大好。既要退婚，又想着对自己全无损害，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啊？你如今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若等真是你遇到了这样的事，要配这样一门婚，只怕做的未必比我好看。若我是姚小姐，遇上这样一门好亲事，我高高兴兴嫁了都来不及，何必要退？便是我要退，也不会将脏水泼在无辜之人身上，索性就大大方方和张家说了。若是我铁了心不想背着势力的骂名，还想要退婚，那不如按兵不动，在家等着便是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莫非你知道什么？马上就要考教了，你与其在这儿与我纠缠，不如多读点书。多谢先生相助，二叔感激不尽。哪里哪里，大姑娘学识过人，本不必如此。只是国公啊，对您伴读这件事非常重视，才让老朽行此保险之举。不过这次考试是谢少师亲自出的题目，题目中策论居多。儒文20篇，您要是带着的话，不妨再拿出来仔细读读。还真是儒文20篇。大姑娘，你……哦，无妨，多谢老先生了。啊，哪里哪里。诸位请坐。文士，这边开始。考试时间为1个时辰，时限之内，请诸位认真答题。果然与上一次的试题相差无几。儒文第3篇，这不是……肃静，还不赶紧作答！等等，谢少师，怎么了？往后若非是疾风狂雨烈日，都把东角的窗扇打开。是。动笔吧。什么开窗？分明是怀疑我要趁案作弊。反贼就是反贼，小人之心。看我这次怎么给你们交个好大卷。我们的誓约渐渐只剩想念，花开满了的街，没有你的遇见，看一眼潮起，等待冬季，慢慢流出回忆，忘了自己没有了你。风
水痕迹，坠落花开满一地，吹动我心。月光下你的叮咛是很动听，靠近的很小心。时辰已到，各位停止答卷。二位先生，可要一起评议？啊，不必了，由少师大人决断即可。到我了。糟了，难不成要下猛了？他怎么一直瞪着我？不会除了赶我出宫，还要再找我麻烦吧？江姑娘，我怎么觉得谢少师看这份卷子的时间好像格外长啊？而且他好像在瞪你。你不知道吗？他有眼疾。啊？方才答卷我已阅过，评议的结果也已出来。定国公府薛书上等，尧上书府尧西中上。谢过少师。坊间政府方妙卷是中等，不过胜在一手好字，写得工整认真，看得出有向学之心，亦可留。谢过少师。有月与周宝英，往后还得勤勉学习，此番亦可留。是。至于江氏郎府江雪宁，卷是上等。谢先生指点，臣女回家后必定会可留。怎么可能？看看我们家二姑娘高兴的昏了头，连话都开始瞎说了。不，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留在宫中，更别说是当谢薇的学生了，那简直是找死。谢先生，学生有一事不明，还想请教。学生自知学识不佳，却被评为了上佳，只怕评为中下的人心中茫然，不如将学生们的答卷一一下发，也好让彼此心服口服。你这是在质疑谢某不公？学生不敢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谢某就将各位的答卷一一拿出来评讲一番，好让你们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到底在何处。我就不必了吧，先生，宝英的确学识不佳，宝英认的。是啊，细剖开来讲，这与当众鞭尸有何区别？江雪宁，你一贯掐尖要强，自己拿到上家也就罢了，何苦非要来针对我们？那薛姐姐也拿到上家了，你瞧人家说什么了吗？如此看来，是江姑娘一人不解喽。我等心服口服，以得先生指点，不敢再有劳烦。如此便好。那江姑娘可单独留下，谢某可为你单独解惑。倒也不必了。治学不可不严谨，既为人师，当为你解惑。不过江姑娘既入了宫，往后有的是时间可以慢慢学，你说是不是？好了，诸位先回府准备2日，此后便正式入宫办读。我等与诸位以后以师生相称，为期半年进行教习，还望各位勤勉学业，莫要辜负我等心血。
回去吧，我与二位先生还有事要议。是。